本师释迦牟尼佛，听你文殊智慧勇士，听你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读书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这个皈依啊，皈依前面就是做了一些介绍，那么接着呢就是讲，如今我们这些人依靠上师三知识的大德，得以听闻到殊胜的正法，进而心里升起了心善断恶的一点点念头。这是如果能够尽力从内心深处皈依啊，就是皈依三宝，那么三宝呢，就是一定会加持自相续，使自己的心性、清净心、严厉性、处理性、坚信因果等等一切僧道的功德呢，逐渐就是增长，直线上。所以我们依靠这些善知识的这个恩德和加持呢，就是已经有幸就是听到这个佛法，并且呢，我们现在就前一段时间讲的一样的，升起了这种一点点的这个，我要修加行啊，我要听说佛法，我要这个出家，或者是我呢就是利益众生啊，就是这些这个念头呢，就是特别不容易的啊，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三宝就是感恩不尽。就非常的这个起信心、起欢喜心，就默默的这个祈祷，这就是三宝的价值，这就是三宝的这个功德所致。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加持我们相续呢，这个我们的菩提心、清净心、这个业因果的这种这个信心等等，就三法方面的这些功德啊，就是这些都是自然而然这个增上啊，就自然而然增上。所以这个信心非常重要。就做一个实践法呢，就是也是这个，首先要有一种信心就我们经常有时候发现人当中，我有这种感觉，就有些人是还是有一种这个信心啊，有一种积极性。人其实需要这样的啊，就像是石头一样的，就放在这里就什么都不知道，什么感觉都是没有的，就是那种人呢。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是，就我们班里面的室友，就是我们就说是一群师徒，就经常这样不行的。以后我们每个这个道友啊，就是心持三法方面呢，还是尽量的有一种这个信心，就是这个很重要的。行已入鹤见石牛甚迅速，就应该在那个庄严这个论经里面就是这样讲的：能力欲心也，速记至善法。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信心呢，就像是这个河流一样，就是最迅速的啊，就和剑一样，就是非常这个迅速的。那我们的这个信识呢，就是飞快的，就是去向这个散发啊。就有了这个信心以后呢，你的这个动作不得不快的。你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肯定会这个受到这个感应的。所以呢，我们这个祈祷三宝的时候呢，就是要懂得这个三宝的功德，要懂得呢，就是三宝有不可思议的这种这个力量和加持。这样以后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起这个信心。所以这种这个三宝的这种这个信心越来越增上的话呢，一定会是对我们就是进行加持，然后我们的信心、处理性一切功德就是越来越这个逐渐升上。那么相反，如果将这个皈依祈祷上师三宝置之一旁，或者呢就是这个束之高阁，那么不管你现在的严厉性、处理性有多么的这个善妙，但是因为外面的这个形形色色的这个外界啊，善于蛊惑人心，加之呢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智慧是极其浅薄，还有呢就是我们一般人就像猴子一样，就是没有这个主见啊，就是人云亦云，就是随波逐流，没有这种，而分别念呢就是被容易这个受到这个诱惑，尽管现在是心持三法，可是呢轻而易举也会这个走向罪恶啊，就这一点就是特别重要。其实我们这个谦信的每一段话，对于这个每个人来讲是的确是特别的这个重要，一个比一个珍贵啊，就是从谦信的从开始到这个结尾
就之间呢，就是每一个字都是可以说是价值连城的这个金玉如意宝所以我们这里说，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的是要皈依三宝，要祈祷三宝。如果没有这样就祈祷三宝完全的是放在一边的话，也许现在呢，就是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这个人呢，对这个三宝有信心表面上呢，就是还是心慈三法的很不错的就是有些修行人就是自己也认为是自己就各方面就是很不错的，而别人呢，就是也觉得是就是很不错的。可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环境呢，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的整个这个外界的这个就各方面的这个因缘的话呢，极其复杂的原因就是人呢，就是特别容易就是受到这个外在的这个影响因此说呢就是外境是蛊惑人心，就是特别善于这个诱惑我们的我们看电视、网络各方面的这个一些这个媒体讯息就信息，就全部都是让我们造恶业的，让我们呢就是干坏事的。就这样的这个信息呢，80%-90%都是全是这个让我们的这个心底呢就是心识呢就是散乱的，就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缘，就是外界是有各种这个信息。再加上如果我们就像是以前的一些，就像这个五谷光存在和门方仁波切那样，就是自己一定是有一定的主见的，自己这个智慧极其渊博深厚的话呢，那不容易就是被外在的这个诱惑所转变，就是自己的心就像是山王一样的。一般的一些修行人的话呢，你不管是到这个眼花缭乱的这个城市里面去的话，他根本不会受外界的这个诱惑。可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到了任何一个不同的这个对境的时候的话呢，就随着外境，就是心呢，就是也在这个不断的转就不断的转。这样一来的话呢，表面上看呢，我们现在就是心慈三法，但很有可能呢，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就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心慈三法做三两的做这个一些3秒的这个事情呢，全部会抛之脑后，而自己呢，就是日日夜夜的会这个走向罪恶，有这个可能性，有这个危险性。所以说呢，我们务必要清楚的认识到，要想今后彻底斩断不善业的相续，更没有就是也没有就是比这个皈依三宝更殊胜的这皈依三宝、祈祷三宝就是这个是完全是依靠自力有些人说你要这个回去的时候你自己要注意各方面就是不要受到这个外在的影响我们这个有些这个父母的话呢，就是让这个学生就是外面去读大学，或者是到外面去打工的时候呢，父母经常告诉你要出去的时候千万不能染上社会的一些这个传染病你要保护自己其实他自己也是就是可能不愿意，但是最后的话那就是不由自主的就是被这个外境就是所这个诱惑的，没办法的。但那个时候呢，就是最好的唯一的妙药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祈祷三宝就是我们经常也是出去的时候也好，就是什么事情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这个能力，的的确确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一定要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出门了就你今天放假你要回去的话呢我这次就这个一切行为如理如法的这个回来我一方面我自己肯定要注意，就是如果你自己一点控制的刹车能力都没有的话呢，那就不行的，会这个翻车的，就是没办法的但是你一方面自己要注意，另一方面呢，就是要这个最主要的是要祈祷三宝就是皈依三宝祈祷三宝就经常就是祈请一些莲花生大师我们不是经常讲嘛，修行为缘当中要牵出为缘的话呢，就是度母和这个莲花生大师，尤其是在末法时代的这个黑暗当中呢，最这个殊胜的就最殊，这是我本人也是这个在人生的这个历程当中呢，就是自己亲身就是体会到就是如果经常这个祈祷就是这个21度母的或者21度母都不会的话，那你念这个度母的祝语就是我们大家得列苏就这个谁都会念的。然后莲花生大师的一些大的这个仪轨和一些牵出为愿的这些这个付藏品呢，就这些都是不会念的，就是念心中谁都会念的。那么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这个牵出为愿的最好的一种方法。所以很多人想是我的这个心持善法呢，就圆这个33种有些出家人想我清净戒律闻思修行呢，就是圆这个终身这样这个度过但有时候是某种这个特别这个违缘相当这个厉害，就在这个时候
自己心里面就是不愿意，就是做这个很多不如法的事情，就逐渐就是烦恼增上，外缘诱惑，然后就像居士论里面所讲的一样，各种因缘聚合的时候，最后自己也是没有办法的，就只有随着这个就烦恼的这个河流而这个冲走，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要祈祷。我原来也经常讲过吧，我们寺院有一个老修行人叫拉西堪波，他经常说自己这个依靠政治正念来对治烦恼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最主要的呢，就是经常祈祷三宝，就这是很重要，就这祈祷三宝很重要。原来法王如意宝也是经常讲就经常这样，我让我们出门也好，就是或者是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就是内心当中要时时刻刻有这个祈祷三宝的意念。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不管是到什么地方，就是住在什么地方呢，自己的这个修行和这种善良的这个人格呢，就是会这个保持下去，会延续下去。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大家应该好好的记住，再三的看这些金刚语啊。在这种人们所说的精进者呢，就是某种有为增恒，就是越来越精进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这个虚幻禅定修行，虚幻是禅定修行，虚幻修行是吧？虚幻修行里面也是应用那个宝积经，般若什么经？经典里面也讲了，就是精进者呢，就是某种就是更为你天天不精进懒惰的话，那某种很欢喜，就是不会害你的，就是所以一般懒惰的人呢，或者说是这些就是不好好闻思修行的人呢，身体特别壮，就是没有什么事天天睡觉的话呢，就是他不会生病，也不会就是有这个违缘和困难。如果你越来越精进的时候呢，就是一直这个就如果大的这个什么病和魔障没有出现的话，那就是不断的克数，就是。发生之，所以我们这里咳嗽的人都是会这个精进的人，就是生病嘛。不要故意咳嗽啊！有些人想自己就表现清净，就故意咳嗽。发生之时，黑魔呢也猖狂啊，就是猖獗，就发这个越来越，我们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说这个发越来越这个殊胜，越这个深的时候呢，就是一些邪魔歪道的话呢，就是极其猖狂。我们很清楚，如今至于五浊恶世，修持深深的法的这种意义，行持广大的善举，经常会面临着现实尘间啊，就是这个世间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诱惑啊，比如说有时候呢就是追求名声啊，有时候呢就是追求一些地位啊，包括我们学院当中有时候还是好好的这个听一堂课的时候呢，有些人心里面就是就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发心，到另外一个上师哪里去，结果呢就是到哪里也没有找到什么，就把这个传承断了，就很多人的这个世间的各种这个诱惑性也会发生的。还有我们行持一个深深的佛法的时候呢，就是亲朋好友的屡屡阻扰就有些人的是那个要修一个法呢，就是面对很多的这个亲朋好友就父母不知道然后亲朋好友就是连那个电话都不敢打，一打电话的话呢，就是看怎么样。就有时候我看我们这里的导友就是出家很不容易，就是很随喜你们的这个功德和这种精神就的确也是来到这里就修这种法就非常不容易。包括我们学会当中的有些居士的话呢，听一堂课的时候要给家里就是天天要骗这个家里，就说我们单位今天要出去玩去就是实际上在外面听课，但是他跟外面说我们今天我们工作也要组织。家里人说怎么你们天天星期天全部都是去玩是我们这个单位是天天爱玩的，我们居正可爱玩了。就所以这个发生的时候越来越重要，还有这个病痛魔障就经常就发出生呢，或者是你这个修的法越来越这个比较踏实的时候呢，就是出现各种疾病和一些障碍，就是层层为缘。再加上自己心里呢，就是也是疑惑重重可能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就是末法时代的时候，真正对法理通达的人也很少，而且法越来越深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产生这个各种分别念这里不合理那里不合理等等，就是妄念纷飞等等正法正爱变化多端来摧毁我们的这个善业和这个质量
啊，就是质量，就是这一点呢，就是自己务必要这个注意，就是你发越来越深的时候呢，就各方面的这个违愿就是越来越多。如果下决心仅仅修持皈依三宝等一系列的对治法，那么行此所有的障碍呢，就是会变成顺缘，并且呢，就是使他的这个三法呢，就是越来越正常啊。就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容易这个退心，一定要去这个祈祷三宝，就是皈依三宝啊。就我们不是现在正在修这个50万加行呢，你就使劲的念这个皈依偈颂啊，就念这个4皈依或者3皈依偈颂都可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些违愿呢，就是原来是违愿，就是最后呢，全部都会变成这种顺愿。这个舍利弗阿毗昙论啊，就是阿毗昙论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若这个皈依如归佛法僧，此归最上最为最安心吧，就是最安详的意思。然后此归呢，就是最无上，就是最高的，就是这个皈依于此处，此理一切苦。如果皈依这样的话呢，就是远离就是一切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如果真正懂得了这个皈依佛法僧三宝呢，就是在实践当中是只取得就是最好的这种安乐方法最好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违愿就是成为这个顺愿增上三法的这个方便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切的这种痛苦暂时呢就是可能会这个现前呢。就是有些人学佛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受到了就是刚才前面讲到的这个实践的违愿也好，家人的违愿，或者包括自身的一些这个疾病啊，身体不好啊，就是各种情况会出现的。但是如果你很坚强的，不管遇到怎么样的话，我一定要去这个努力奋斗。其实人的这种精神和毅力还是很重要的不能因为今天呢我这个感冒了就是现在不行了，我以后再也不学了，我以后再也不看书了，我以后再也不去这个念皈依了。那这种心态的话呢，就是魔中已经这个如愿以偿了，而我们的这个三法拜法的话呢，就是一再而断明了很可惜的。就所以呢，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怎么说就是要自己呢，就是有一种坚强的这个意志，就是这是这个不可缺少的。不仅如此，当今时代有一些这个在家人呢，为了一年的这种一年当中这个全家呢就是平平安安出平易灾免灾，而采取一些保护的这个措施，于是呢就是似乎将一些既没有得过任何观点传承，也未曾圆满诵持技术弥足的等等的这些僧士僧人们倾大家中现在也有，以前这个华智仁波切出事的时候更严重，就是有些人呢就为了就是这个家庭平安，尤其是藏地有这个习惯性的传统性的，为了就是家庭呢一年当中就是消灾延寿，就各方面的这个顺利就平安呢就是经常就是出一些这个是什么大卦，就是还有这个算命啊，然后呢就是请一些既没有得过灌顶的，也没有这个受过什么传承的，更没有呢就是念诵什么就是本来是比如说修那个大威德，或者是修马头明王或者金刚海母的话呢，他这个本尊的心主全部必须要念完的就这个即心主一定要念完的，然后这个传承和灌顶基本的升起之地和圆满之地必须要念完，但什么这个功德都是没有的，这些人呢就是倾大家中。这些上师们他们也是摆设一些这个蒙羞仪轨的坛城，本来没有任何深远之地的境界，只是睁着一个像这个一双就是像碗那么大的眼睛，对着一切这个事团生起人不可忍的这个憎恨心，口中也是说是什么这个构造就是杀或者是压打等等就这是以前也是有，就是现在也是听说，包括我们汉地有一些居士就是亲的一些那个僧人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是做这些这个仪轨就表面上摆设一个坛城然后有人念一些仪轨，当然有一些蒙羞的仪轨当中的话呢，也有这些词就是杀打构造等等，就是然后通过这样的一种一听就给人一种面目狰狞的这种感觉，随后呢就是他们唯一的就是做这个一些血肉供养
啊，就是做这个血肉供养。如果这个好好观察诸如此类的现象，就像弥勒日巴尊者就是当时所说的没有什么差别。弥勒日巴当时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殷勤智慧天尊维护世间的利益，那么犹如将那个国王啊，就是从宝座上拉下来，然后呢就是吩咐他做这个扫地的事情一样的啊，就让我们这个智慧圣尊就是下来，然后呢就是降服这个敌人啊，让他们呢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个施主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切智慧本尊是根本不会做的啊。就是弥勒日巴当时要接近圆寂的时候，诸弟子们请求的时候呢，就是弥勒日巴都这样说了：我们这个修持三法的话呢，应该以慈悲为主啊，就是否则的话呢，就是千万不让就是表面上的一些迷种的这个仪轨来，然后呢就是做一些相佛的这样的这个事业。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是一种这个嗔恨心呐，就是造作的，并不是真正的一个迷种的仪轨。如果以嗔恨心来造作的话呢，那么就是终生都会堕入这个地狱的。应该就是大萨这什么逆干子经里面就是也讲过，就是说是若不修慈悲，能行嗔恨心啊，就是如果没有修慈悲，就是让行那个嗔害的这种心，虽行诸善心，思入什么就是思入狱逆逆，就是逆逆是指的地狱的意思啊，就是泥巴的泥，就是前面那个。这个入于这个地狱当中啊，就没有修慈悲心，以嗔恨心呢，心慈的话呢，表面上看呢，你念的也是仪轨是善法的，做一些善事，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是堕入这个地狱的因，就是非常这个可怕。就所以说呢，就弥勒日巴就是当时所说的就是意思也是这样的。还有帕当巴桑杰啊，就是尊者呢，就是也是亲口说过，他说将迷种的坛城设在这个村子的样卷里怎么能这个对峙呢？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就是说因为现在有一些身体次第圆满次第的这个修行境界什么的没有，就是连这个观念和一些基本的迷主都没有送过的这些人，就是家中来就开始念修一些相辅事业的话呢，那么迷种的仪轨呢，就是已经成了就是在这个村落当中，村落里面也是像羊圈一样的这个家庭里面呢，就是进行性质。那么这种行为呢，怎么能对着这个一些这个不善就是不吉祥的这个事呢怎么会是对这个家庭呢，就是增添一种祥和呢就相当这个困难的就相当这个困难的，这是非常这个可笑的。所以像这样的这种怎么说就是这样的这个宋词密祖呢，就是见染上呢，就是本钵教这个吟诵的一些过患。就是本钵教的话呢，的确也是就是表面上看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唱诵就是相佛但实际上呢，就是很多都是没有这个境界，没有境界，就是在这样造作的话呢就这是的确也是这个欺骗众生的一种这个手段就是当然所有的本钵教是不是呢，就是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呢的确也是原来在我们从藏地历史上看呢，本钵教当中就是有许多就是血肉供养然后呢就是对这个众生的生命呢就是不去爱护等等，就是也有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教义，就是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迷种的话呢一定要就是值得注意就现在也是在汉地就是极个别的有些这个上师他们的话呢就是以这个密种的这个课文，以相符和双运的这种这个词呢就开始引导有些人呢就是行为不如法，就是这个是必须要就是断绝。为什么当年阿底峡尊者来到这个藏地的时候，当时藏地的以个别的这个寺院和僧人的行为的确是与这个教理就是不符合之处，后来呢就是做了一个重新的这个整顿就是做了一个重新的这个整顿所以这些呢就是是不是密宗的过失呢，就是不是密宗的过失，这个一定要分清楚我们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的话呢，这是这个个人的这个过失就个人的过错，你不能说是这个教法的这个过失就这个密宗当中的话呢，就是的确不管相佛法任何的这种教义的话呢，就是完全经得起就是任何的这种这个观察就是所有的这个先宗的教义来这个衡量的时候呢，你根本不会破到就是密宗的任何这个点。但是我们心持密宗的这个人的话呢，就是在个别地方呢，确实是不如法的有些是为了贪财的，有些是为了贪色的，有些是为了就是贪这个名色的。然后在这个心中就存有这样的目标的时候呢，当然你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会出现种种差错这是这个理所当然的事。所以说
当年那个米拉热巴啊和还有那个帕当巴尊者啊，他们都那个就是说这个现在的这个状况啊，就是不妙啊，就是这个其实他们两个同一个时代当中出现的，就说是米拉热巴梦中呢，就是得到书记，说是明天要到这个帕当巴尊者从印度就是来到藏地，就是然后帕当巴桑奇呢，就是也梦中就是得到就是说是你明天呢就是能见到米拉热巴尊者，这个《道果经》里面有这个故事，我忘了。然后第二天呢，就是米拉热巴去就是去看的时候呢，他向那个。怎么说的？说就是到底就是这个尊者很出名的，他有没有神通？就是然后呢，他自己在路上变成一朵花，就是一朵花。然后呢，帕达巴尊者呢，就是先就是装着不知道一样的，就是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的话呢，就是米拉热巴想，哎，你看，就是他不发现的，我变成花的，他不发现的。后来帕达巴尊者呢，就是我不是不发现的，我还是就他就转回去一看，要不要我叫，就是踢一叫。就，后来想，哎，米拉热巴是大成就者，这样不恭敬，就是算了。后来就是米拉热巴就显现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就是说。就是我是从这个，然后他们两个在这个交谈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帕当巴尊者说我是从印度来的，就是你应该就热情的这个接待我，我们这个应该做一次这个会供啊，做一次会供的时候，当时米拉热巴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化为这个甘露啊，就是然后就是用这个绝地火，就是开始给他熬汤啊，就是把身体全部都是这个用阿红来，就是给他就是这个特别的大的一个锅里面，就是开始这个熬开，然后呢就是做这个会供。后来他们那个编那个什么圣变，就是好像两根草上面，就是两个都坐在这个两根草上面，就是米拉热巴坐在一根草上面，帕当巴坐在一根草上面。在这个时候呢，米拉热巴的那个草呢，就是好像稍微有点就是弯曲，就是然后米拉热巴心里想，我们两个包平气修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身体很轻的，为什么是我的这个草呢，就比较弯呢？就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就是帕当巴尊者说，这是这个藏地的这个地势的原因，就是并不是我们两个的气脉和这个修行有这个差别的。反正专辑里面诸如此类的比较多，他们两个也是当时可能就观点比较一致吧，就是当时认为是藏地的个别人的这个修行呢，就是不太好，就是所以说。多就是批评，就是批评，就是我们这个也应该批评，该批评的时候应该这个批评呢。然后下面说这个相互适应呢，也只是对那些没有这个实行杂念，为了承办广大弘法利生事业的人来说呢，就是才开许的啊。这个相互适应呢，是有这个藏传佛教当中确实要有相互的适应，但是并不是人人都你只要会拿一个金刚觉就可以做相互，不是这样的。就没有杂念的，能承办就是，而且你明明知道是我要相互他的话，就是超度他，就是让这个承办弘法利生事业的这种人来说是该许的。也就是说呢。就是相互四大因主啊，就是这个原底莫藏，就这是四大因主下面也讲了，就是对这个佛教有特别大的这个损害啊、摧残三宝啊，然后呢就是夺僧众的财产啊等等，就是这些人呢就是应该值得这个相互的，而且有能力的这个瑜伽师如果没有。相互呢，就是也是犯密乘戒。我们讲那个密宗的这个戒律的时候，也是这个说过。也是这个说过，如果偏执自他而已，自想的嗔恨心进行相佛，那么不但是不能相佛对方，反而呢就成为自己这个堕地狱的因啊。就是如果以嗔恨心呢就原来有一个人就是他在这里来专门学相佛，我说什么？因为对方就是什么什么对我特别不好，就是我一定要像他边说边开始口水都掉下来了，就一直讲我说看你的态度肯定修不成相佛法。就这种就肯定不行的，就是什么在正法念处经里面也讲了，就是一切不能护嗔恚乱心人啊，就是嗔恨心特别重的人呢，就是不能这个为火于此时他是能走黑暗过就于此时他是能走黑暗过，就是说嗔恨心的人呢，就是今世当中他世当中呢就都这个。成熟就是特别不好的这个果报就是这样以后我们这个修密宗的人呢，就是千万不要就是到别的这个什么上师那里去，我对这个我的这个什么经人的这个对数，就是
一定要修一个降伏法，把他们家破人亡，在这样的这种科技肯定修不成这个降伏法啊。不过我们就以这个背信呢，就是修持这个降伏的这种法要呢。摩诃仁波切在《皇皇王中书》里面也讲了啊，就原来《法王如意宝》的蒙经当中也讲了，即使你只能做到一个心想的话呢，密宗的这个方便法和这个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啊，这一点呢，我们也不能谁都不会修，谁都就是一看到就是，比如说这个双身相啊，或者是降伏法，就是对他就是有恶心啊，有嗔恨心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也是我们特别愚痴的一种现象。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些境界呢，我们就是不起信心的时候呢，就是自己这个观清净心，不是我的这个智慧的这个对境，就是应该这样想。根本没有深远次第的境界，三摩也不清净的人，一味的进行血乳供养，非但不能修成智慧天尊和护持正法的这个护法身啊，就如果你做血乳供养啊，或者说是你没有这个深远次第的这样的话，那修降伏法也是不能成就的。反而呢，就是黑法方面的所有的妖魔鬼神呢，就纷纷的允许，来享用，就是那些这个公平和实则。虽然说这些鬼神眼前呢，就是师父好像给这些做这个佛事的人呢，就是带来一些利益，可是从长远看呢，只能会给我们带来种种的这个不幸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务必要一心一意的这个皈依三宝，就是这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啊。就皈依三宝就是最这个保险的啊，否则的话呢，就是暂时你做血乳供养啊，就是暂时做一些不如法的这个行为的话呢，也许可能会这个先前一些，但实际上呢，就是的确也是得不到真实的利益。我记得米拉日巴的那个道歌这个记里面呢，有一个故事，弥勒日巴尊者有一个特别富贵的这个施主啊，这个施主呢，就是实际上是家里就是这个本钵教的，但是这位施主呢，就是他对这个本教呢，就是不是很这个欢喜，经常呢就是将自己的财物都供养这个弥勒日巴师徒。后来他就染上病要接近死的时候呢，他跟家人说，就我死了以后，我的家产呢就全部供养为这个弥勒日巴和那个他的这个弟子们，就千万不能就是给本钵教。他要接近临死的时候，好像家人就是态度上不会这么处理，就然后他特别生气。如果你们这样的话呢，我不愿意，我自己就自然死，我要自己自杀。就是你们能不能给我承诺，就是一定会供养这个佛教？后来他们家人也就是的确这个承诺了，承诺以后呢，就是他死去之后呢，就是这个家人呢，就是没有按照他这个原来的这个死者的这个遗嘱去做就当然他们也请了这个弥勒日巴和弥勒日巴的一些这个眷属呢，就是在这个第二层楼上面就是做这个佛事，然后第一层楼呢，就是他们也请了就是自己这个家族的这些本钵教的这个教徒呢，就是在那边就是跟他们就是念经，然后就上面是佛教，下面是本钵教，就是念经。念经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那个佛教的这个构造他的灵魂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这个明显的。后来那个就本钵教呢，就是他们就是一边就是用这个血乳，一边呢就是开始念诵这个念诵的时候呢，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坛城当中呢，就是出现有一个这个头发长长的，就是身上这披着蓝衣服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出现了。然后他们呢，就是开始给弥勒日巴的妹妹就讥笑，就是说你们佛教怎么构造也是不行的。你看我们本钵教呢，如何，就是这个理念呢，就讲了以后呢，就是这个妹妹回来就是跟弥勒日巴说了，就是回来弥勒日巴就是说这是这个其他的鬼神呢，就是装着这个灵魂来的，不信的话呢，就是你去拉着这个他的指母，就然后跟他就是说一下，就是以前在蒙蒙时候呢，弥勒日巴对你灌顶的秘密是什么，就是你只是说一句话就知道。后来他们去这个真的在坛城里面出现的这个人呢，就说了这句话的时候呢，就是他就跑了他就跑了后来就是那个本钵教呢跟弥勒日巴说，那如果我们这个所构造的这个不是真正的灵魂的话，那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你知不知道这个死者是到底是什么样的？
后来，这个米兰日巴呢，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没有构造，不能构造的原因呢，他已经投身到这个庞森节当中然后呢，知道就是他在某一个地方的这个牛粪下面呢，就是钻成一个小小的这个虫就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就是把他的构造过了。后来他们不行的话呢，就是米兰日巴就是一起去，就是他到一个山沟里面去，就是然后呢，米兰日巴所制定的那个牛粪就是下面呢，就是然后就米兰日巴开始呢，就是给他就叫他的名字，就是以前对你这个官邸的命名是怎么样。这个时候呢，就是果然就是这个小虫就是出来了。出来以后的话呢，就是对他进行这个说法，就是让他这个忏悔以前做的这个不专业的这个过报。然后呢，就是说完了以后呢，就这个小虫就马上就死了以后，就是这些奔波教伙还有其他外来的人呢，都看见就是他的身体里面就是出现一个白光，就是融入米拉日巴的心。然后呢，米拉日巴就是这样安住一会儿的时候，最后他的这个心口当中呢，就是出现一个白色的这个字，逐渐就是腾空而去了就腾空而。后来呢，就是在场的这个所有的人呢，就是皈依这个佛教就这是你们方便的时候就是看一下米拉日巴道过就是米拉日巴这个道过经里面是有这个公案的，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不管是任何一个宗教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也并不是这个否认，就是也客观的去判断的话呢，的确是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呢，就是有很多这个殊胜的这种这个教义，但是让人真正知道的话呢，就是也不一定是这个多数就是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要这个了解。实际上是引起这些相续寂静调柔的就是引起那些相续寂静调柔的上士圣人，念诵10万遍皈依偈是最保险不过的。其实有些家庭真正想你平和平安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非要引起一个，不一定要做一个特别大的一些密宗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相互事业不一定的。如果你自己平时认识的行为寂静的清净戒律的，或者呢就是比较这个不贪财不贪那个其他的，就这样的一个好的上师呢，引请到家中，让他呢就是念那个就皈依偈10万遍。那这样的话呢，你们家里就是这一年肯定平平安安的会这个度过的。就是这样一来，自己呢就是已经入于三宝的这个庇护之下，今生呢就是不会出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一切所愿呢就是如愿以偿，不会得到这个还会呢就是得到三法方面天总的这个戒律护佑就戒律保护，而且黑法方面的这些诸位魔障也是无法靠近就这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这个皈依三宝，的确我们这次呢每个人的是我在想就是都在这个修皈依10万遍，都在皈依10万遍的话呢，希望你们那个就是应该就是很清净的心，很欢喜的心不要想是哎呀我这个10万遍多麻烦多累就是如果不念的话呢，又听不到密法，我到底怎么样就是要不要就是报个加速，就是那这样没有必要的，应该是对自己来讲一生当中特别幸运的确，原来我们念皈依戒的时候，当时的时候我也许可能有一种是个是不是新鲜感吧，就是一听到这个前行的时候呢真的是那个就是特别的这种这个欢喜就是枯木春雨就是非常的这个欢喜用语。然后呢就是每天都是念那个皈依戒的时候就一种这个欢喜的心态当中这个念诵。其实我们给别人念10万遍的话，那对这个家人呢就是会平平安。如果对这个为一切众生就是自己念诵的话，自己的修行呢就是也是会这个圆满就是会圆满所以我的这个熟悉的一些就是现在我们藏地的一些这个老师他们都那个发愿，就是一辈子一定要修一个这个50万加行，就是以前他们好多人都不修，我前一段时间跟他们也讲了一下来到这个世界呢，就如果念一个50万加行没有修的话，那确实有点这个可惜，就是念10万遍皈依对自己来讲也是永恒的一种保护，就是在三宝面前就是念这样的这个偈颂多幸运多快乐。没有福报的人肯定他没有这个机会就是念这样的，所以我有时候看见没有福报的人呢，就是他不愿意修加行他呢就是用另外一个借口就说求什么什么法，就是求什么清净的法，或者说是这是如何，就现在很多特别那个就可怜的有些人就是没办法
所以呢，就是我像那个就是大家一定要念这样的这个皈依偈啊，就10万遍。这样的话呢，一个是邪魔外道就是不能这个亲近你的，三方面的就是这些护法神呢，就是经常会这个保护你啊，就是会保护你。他这里举了一个例子，以前呢就是有一个盗贼就是被这个主人呢就是逮住了，然后主人呢就是一边念这个皈依偈，一边呢用棍棒来就是打他，就是然后他怎么说的？对，就是比如说这个皈依佛，就是念一遍，就是然后给他打一下。他这里说4皈依，括号里面4皈依，其实3皈依的可以。然后打完了以后呢，就是就把他放了啊，就是把他放了。然后他心里面呢，就是在想啊，就是他心里面想这个就是皈依戒呢，就是皈依戒的声音和自己这个疼痛呢，就变成无二无别。他脑海里面呢一直回想着朗朗的这刚才不是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其实这是那个庄严这个论经里面就是有这个公案，就是他是念那个3皈依，念3皈依的一个人，就是不是4皈依，我这里就是大的这个记号，可能这3皈依可以吧。那么他怎么念的呢？就是他是一个比丘啊，就是这位比丘呢，就是经常就是受到这个盗贼呢，就是来这个偷他的东西。有一次他在家里的时候呢，就是他开始。就吐东西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了以后呢，就是说这个盗贼啊，你天天都吐我的东西，但今天你不用吐了，你把这个书伸过来，就是我给你，就是你需要的给你东西。那个小盗贼的话，那就认为是真的，就是然后在门缝里面就是书这个伸进来了，书伸进来了以后，比丘呢就是马上把他这个书抓着之后呢，就是用绳索来把它捆起来了，就是因为就是他那个孔里面就是把书已经捆，就是他可能双手都伸进来了，双手伸进来了以后呢，就是人在外面，就是这个孔里面把双手这个捆了，然后捆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他拿着一个棍棒，就是上街了叫什么球，然后打一个。本来他正在念这个皈依戒，他可能修50万加薪。然后他说上街了叫什么球，然后打一个，就是然后他自己也是就跟着他重复一遍上街了叫什么球，然后又让他念，就是他故意惩罚他嘛，去了叫什么球，跟着了叫什么球，这样就是打了3下以后的话，那就放了，然后就算是已经过了，就是让他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就是刚才的这个声音，就是他一直在这个脑海当中朗朗的想上街了叫什么球，去了叫什么球。他在那个桥底下呢，就是一边这样这个坐着，然后他这个声音呢，就是一直在响。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他到一个桥的这个下面呢，就躺了下来。就这时候呢，桥上来了许许多多的这些魔鬼，他们呢就是说是这里有一个皈依3宝的人啊，就不敢过桥，就是然后呢就吵吵嚷嚷的就离开了。其实这个人呢并不是特意的皈依，就是这是刚才那个他的这个亲戚呢，就是一直在这个睡也睡不着，就是晚上躲在桥边，就是一直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就这样一直在想，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白天发生的这个事情比较大的话呢，晚上也是一直在心里面就是这个转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些魔种呢就跑了。为什么跑了呢？因为他正在想那个3宝的这个意念着这个3宝，就是其实他不是真心皈依的，这是刚才那个说到这个他的惩罚而皈依的，就是说这样的。所以在怎么说啊，就是在别人的被迫下。就让我们这个口里面念诵也好，或者是别人被迫下的这种境界呢，就是在心里面意念的话呢，就是有这么大的这个功德啊，就这么大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想着呢就是皈依3宝的，就是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在这里呢，给大家也可能要澄清一下，就极个别人啊，就现在呢，就是汉地的有些人的话呢，他们说藏传佛教里面这个4皈依。就是我们就是喇嘛啦叫什么叫桑杰啦叫出啦叫什么给那啦叫什么叫，让他们很多人说是这个4皈依是就是不合理的。很多人在说，就是有一个人的说了，说是4皈依害死人了。好可怜呐，就是真的很可怜的。但他们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那个就是《经庄论》里面，就《庄严经论》里面的一些这个，因为他这里呢，就是说是他当时就是还在想，就是这个佛陀的慈悲加持，不然的话，如果有了就是4个皈依或者是5个皈依、6个皈依多了的话，那会不会把我都就是打死了？就是他就想这个佛陀正好就是只说了这个3皈依，不然如果再多了的话呢，我都会不会
被这个大肆了，就是他就心里这么一个念头。但是现在有些人呢，就是说是因为这个经里面就是说是这个四皈依是不合理的，就是如果多了如何，其实这是完全就是特别可笑的一种这个谬论啊，就是这是特别可笑的一种辩论。为什么呢？他这个故事呢，只是讲是在这个情境当中呢，最好不要有这个很多皈依了，就这么一个想的而并不是说是整个这个皈依如果有四皈依呢，就是对害所有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所以从这个故事的整个情节来看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一目了然的。而且这个四皈依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也没有任何这个不合理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这个我们承认就是三皈依呢，是三宝啊，然后再加上这个上师的皈依，上师的皈依呢，我估计呢就是应该是这个藏地啊，就是藏地呢个别的高僧大德加了一个这个皈依寺啊，就前面的皈依寺呢就是这个这历史上是不是很明确的，但是呢应该是这样加的。但是这个加了以后呢，没有什么就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如果你不能皈依上师啊，就比如说这个上师是如果魔鬼的话呢，你所这个加了这个皈依寺，对我们危害很大的话，那可以的。实际上这个上师呢，不管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都是值得这个皈依的比如说汉地的那个苏悉地经里面也讲了，他说这个弟子之法是这个阿舍利，犹如三宝就弟子的话呢，就是这个是阿舍利就是跟这个三宝呢，就无二无别的就是犹如这个三宝的。还有我们那个大辩协正经呢，大辩协正经呢，也是汉地很出名的。这个里面也说了，说这个为之凝之者呢，是这个三之识；为觉凝觉者呢，是这个三之识；为无宁无者三之识；为同宁同者三之识让我们真正开悟，让我们知道的都是依靠这个三之识的这种威力和这个加持而来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皈依三宝是这个非常这个重要的。而这个所有的三宝，这个佛教依靠谁的威力来传入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依靠这个三之识。如果没有三之识，没有这种三之识的话呢，那么根本没办法让我们得到佛教的这个真义啊。华严经当中也说了，恭敬尊重诸三之识。为什么呢？因为满足众生心，犹如如意宝。其实这个皈依四宝我们说是四宝。那么皈依三宝和皈依四宝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就没有什么这个差别。为什么呢？华严经里面说是上师呢，就是宝有这个什么？刚才讲呢，尊敬什么尊敬恭敬尊重三之识恭敬尊重三之识，满众生这个心愿有这个如意宝如意宝，这样讲的。还有前一段时间我也引用过吧，那个教证呢，大教王经里面呢，说是此阿舍利呢，与这个佛无异就这个阿舍利上师呢，跟这个佛没有什么差别。还有瑜伽教王经里面也说了，说是此金刚阿舍利即一切如来。我们这个上师呢，跟这个如来无二无别的，就是如来。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还有呢，跟这个如来无二无别的阿舍利，跟上师这个皈依呢，会不会害死你所以这些人真的太愚痴了，他什么道理都不懂，然后呢，在这个胡言乱语，这种人我有时候看比如说如果你这个上师也不能不能皈依的一个包括藏传佛教也、汉传佛教也，任何一个教派千万不能皈依的一个魔种或者石头这些放在那个三宝当中的话呢，那不合理的，可以的。但是我们任何一个这个比如说汉传佛教的一些念诵仪轨念诵仪轨的话呢就不一定是全部都是佛说的，但是佛在这里说的，佛在那里说的呢，全部弄成一个早晚课的话呢，并没有害死你并没有害死你。所以佛的这一段佛语的这一段那一段全部记成一个仪轨的话呢，这有什么不合理的我经常给别人念这个皈依戒的时候呢，有时候是按照那个僧解脱经里面叫南无布达呀、南无达玛、南无三盖，我用三皈依来给大家念；有时候是按照我们藏传这个
个偈颂里面讲的就是这个皈依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是在这个时候用四皈依来给别人念，一样的就没有什么差别。比如说我们从印度这个请来的一个金的这个戒指，然后金的戒指上面呢就是藏地的一个金刚装饰，就是放在上面的话，那就是金也是值钱的，金刚装饰也是值钱的。然后你因为这个金刚装饰放在那个金戒指上，哇，就现在不行，那不是很愚痴之举吗？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看呐，就是在汉传佛教的有这个个别人的话呢，就是端庄区域的有一段话来，就是开始这个驳斥其实你自己的话呢，连一个三项推理和基本的逻辑关系的搞不懂的人呢，根本无法这个推翻就是藏传佛教如是锋利的这个智慧宝剑的这种大善我觉得是有些人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就是一种这个白日做梦就是非常这个可笑，就是应该就是不显露自己的愚痴之相是这个最好的，否则的话呢就如果以这种这个说法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根本就是对这个语言不负责任就什么道理都是没有的，这是看到一句话呢就开始这个诽谤就那这样的话可能不会害死人，但是你自己的语言就是自己呢在这个永远沉溺在这个地狱当中受无量无边的痛苦这是真是这个非常这个可怜的这个就非常可怜的，所以在这里呢稍微补充这么一句。所以如果从内心诚者皈依三宝，那么呢就是今生可遣除一切危害，何时呢就是将获得解脱变质的果位等等不可思议的功德。我们如果这个皈依三宝的话呢，就是的确今生当中就是遣除一切危害，就遇到什么样的危害，首先呢就是要皈依三宝，就是很重要的就遇到任何哪怕是就是遇到一点恐怖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就这个皈依三宝。五垢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皈依之佛的若其具色相，遍满虚空界，必将是虚空。如果他真的有一些摄像的话呢，那虚空界的是容纳不下的就是就所以呢就是这个皈依的这个功德呢，就是这个无法衡量的，无法用这个语言来这个宣说的。因此我们自己有这个各方面的因缘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也是不能就是这个放弃那个皈依的戒，就是有因缘的时候让别人也是让他们这个皈依或者通过其他的这个方法来就是皈依也可以。以前那个杂宝藏经里面就是说有一个人呢，就是他有2个女儿，就是一个女儿呢特别这个虔诚，就是相信三宝他后来呢就是获得这个阿罗汉的果位。然后他的第2个女儿呢就是就不信三宝，后来他的父亲呢就是想办法就是给女儿说，如果你这个皈依佛陀的话，那我给你这个1000年这个1000斤如果你皈依这个三宝就并且受持这个无戒的话，那就是我给你8000斤，就是然后给他就是开始就是然后这个女儿呢就是特别贪财，就是后来就为了就是金钱呢就开始这个皈依了，皈依以后呢就是之后死了，就是转生到天界，一看呢就是自己觉得是以前这个皈依的功德已经获得了三躯的身体，然后呢就是为了报答父亲的恩德来到这个世间，并且呢在佛陀面前就是说法就是听法就后来就是获得须陀洹果位，就是所以我们有些人呢就实在是这个别人你的父母亲人就是你们很多都是不像我们这个藏地，就是很多都就是不信佛教，就如果实在不信佛教的话呢，你如果有这个钱财方面的能力的话呢，你给这个父母说就是你如果皈依的话呢，我每个月给你工资这个100块钱可以吗？然后般若色颂我们翻译的那个里面的时候我没有找到，就是但可能其他的般若经里面是这样的吧。皈依佛的若具相，此三界也成小，有没有？好像没有看到。就如果皈依有色相的话，那就是整个三界也是就是没办法容了。大海乃为水宝藏，就大海是本来是那个水的这种就怎么说就是来源就是水的这种仓库一样的。这个藏河就是藏河气量衡量就是那么这个水的宝藏就是大海呢，就是怎么会是用这个藏河来就是衡量，就是它是一个称量单位，就怎么会是能衡量呢？
就所以这个皈依三宝的功德相当大。还有这个日藏经当中也是讲了，就是说是有情虽人皈依佛，居之魔种不能害，总破戒律，性散乱，必也定能去涅槃呐。就这里面已经讲了，如果这个皈依三宝就尤其是皈依佛陀，内心当中这个皈依佛陀的话呢，那么就是迁移这个魔种呢，就是不能这个危害你的。而且你这个人呢，就是受了这个别解脱戒就是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戒律呢，就是后来就是毁坏了。还有呢，你这个心智不正常就是心这个散乱疯狂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内心当中就是有皈依佛的这个原因呢，他不会呢就是堕入这个恶趣，而且呢就是让这个获得这个涅槃，就是解脱就获得解脱。所以真正从这个内心当中就是不舍弃三宝的，就这样的人的话呢的确也是不会就是堕落的，就是生命危险也不舍弃。就像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的专辑里面也说了，就是在文革期间的话呢，有一个人要求让上师舍弃三宝，就是这个诽谤这个说这个佛教是这个迷信的，就是有一个叫这么杰里还是什么就是他特别厚爱说的，对上师经常讲就他说是精密喷层你一定要舍弃三宝，你如果没有舍弃三宝的话呢，共产党的政策是越来越好的，到一定的时候是你后悔也是来不及的，就是他天天骂的。然后后来呢，就是有一次就是非要让他就是舍弃三宝，就法王说就是绝对不会舍弃，而且呢就是如果要舍弃三宝的话呢，我这个死了也是无所谓的。他说我给你有3天的时间，如果你这个到时候就不舍弃的话，那就是我给你一个这个交代，就是然后呢他们准备呢就是开一个大会上，就准备这个让法王呢就是说这个佛教是这个迷信的。后来就是他自己，好像当时法王他们住在这个自行山谷那边吧，然后他自己就回去的路上呢，就是喝酒就是然后后来就死了，就是三天这个之类的话呢，他自己已经这个离开了世间，离开了世间。还有我看到拉萨的一个歌戏，就是叫朗人吧。就是阿旺彭索，就是他也是在文革期间的话呢，要求让人们呢，就是要求就是他批读就必须舍弃三宝。他不但不舍弃，还有呢，就是在明目张胆的，就是说是就是宣扬这个三宝的功德。然后别人呢就是劝他，千万你不要这样的话呢，你生命也受到危险。他说没事，这个是这个明灯呢，就是需要这个黑暗的时候，我们这个不舍弃三宝的这种精神呢，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更要显露出来，他非要就是抬起头来就是宣扬，所以这些高僧大德们就是肯定有特别感人的这个故事就是我们这个不能舍弃，如果不舍弃的话，那么就是也有这样的功德。其实这个日藏经的话呢，就是在韩文的韩文里面也有，就是日藏经，就是里面我记得好像那个校正呢，就是有点点不同，就是这么说的，就是什么若有众生归佛者，就是如果有众生归佛者呢，彼人不为千亿魔，就是1000个亿的这种魔种就是不害怕的意思。何况欲度生死牛就何况欲度生死牛，道义无为涅槃，就是可能这样讲的吧，就是跟这个一本呢就是稍微有一点不同就是有一点不同，但意思呢就是大概都是一样的。总而言之，我们这个皈依了这个佛陀，或者说是这种三宝的这个名号就是在其他众生面前听到的话呢，这些众生呢也不会堕入这个恶趣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僧解脱经里面也讲了，就是我们平时看见一些牦牛或者是市场上就是去要施很多的一类在这个时候就是应该念这个皈依戒，念这个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名号若有畜生来得闻祝福名，什么经里面讲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是什么这个智慧光仙人不是如的那个经里面就是讲的他说呢，就是如果有这个畜生来，就是得闻这个诸佛的名号呢，就是永离三恶道，不生八难处就意思就是说如果得到了这个佛陀的这个名号，听到了这个佛陀的名号的话呢，他不会呢就是转生到地狱恶鬼旁生当中。还有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八个这个
个难处啊，就是八无暇啊，就八无暇的这个这些当中呢，就都不会这个转生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相信，就是这是佛陀说的，就是肯定有这么大的这个功德就海水什么库解修罗呢，就是功可道，就是可道还是可多，日月坠落，佛世尊欲破译，世尊欲破译，就是说这个海水呢，就是会干涸的，然后这个阿修罗的宫殿呢，就是也许会可能这个有这个倒塌的这种这个时候，还有这个日月呢，就是有可能坠落的这个时候，但是佛陀所说的金刚语呢，就是永远也是不会这个起火别人的就是永远也是不会起火别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虔诚，就诚信，就是信仰呢，就是佛陀所说的这些这个语言呢，由此可见，皈依具有无量的功德，所以呢，我们理当勤奋研修一切正法之根本皈依就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以欢喜心来这个修我修50万、修10万这个加薪呢，就特别的幸运，特别的开心，就是一定要就是自己最好是用闭关方式来这个修，如果实在闭关方式不行的话呢，这个数量一定要完成就10万遍数量的，如果不完成的话呢，我那天不是讲了嘛，就是那个丹珠喇嘛是念这个普贤心愿品的是这个100万就你们想一想，普贤心愿品100万是不是观音心咒就是6个亿的话呢，不容易就那么我们念一个10万遍的，不让这个四句就是一个偈颂，就是念10万遍的不让念的话，那就是那看我们有没有这个精进就是没有这个精进就应该就是知道是这个大家都要这个很认真的这去修。那么下面就是最后总结就是随意归也，然以诚心说，虽属散学人，然人色测戒，我也若无心助有情，不推坚固信心气家者。华智仁波切很谦虚的语言来说，虽然我们已经很长时间就皈依了佛陀，然而呢，我们对这个三宝的信心是极其这个脆弱的就极其脆弱的。虽然就是受了这个三学就是戒定慧三学也可以说，或者呢就是菩萨戒和这个密乘戒和这个这个别解脱戒的三学的这种这个戒律，可是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好好的这个摄持没有这个好好的这个受持。华智仁波切说，我和就是像我这样的无心者，好像表面上看呢是人有心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一点子是不会考虑自己的，就像石头一样的没有心那样的这些有情呢，就是祈愿呢就是三宝加持我们的这个信心呢永远都是不要这个退就加持我们信心呢就是越来越增上所以以前那个看过那个这个阿冲和还有些传承的话呢，就是最后的话呢，就经常用这个祈祷文就前面用那个就修每个加行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用这个来这个回向，就是像我这样的众生呢，就是但愿他们的这个信心呢，就是不要退转，一定要对三宝的信心越来越增上。我刚才引用的教程一样，如果有了信心的话呢，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就是万法信为先就一切这个就好办了，就有了信心就可以了我来祈祷没事，我来修加行我来磕头，就是有一种这个积极性。如果什么信心都是没有要听课看到一个吃的东西就眼睛就开始睁开了，然后做的事情的话眼睛就闭下了，这样不好。一切圣道之继承皈依之引导众就是这个我们这一个学期当中皈依已经讲完了，然后我前一段时间在那个元旦合资的时候也给外面的学会的人做了一个交代，就是我自己认为我们前面什么般若诉讼如菩萨行论还有这个仰礼宝藏论就是这几年以来我们大概是06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为这个外面就是开设这个网络和这个光盘这个开始接近就是5年了，在这个时间当中也讲了一些大的这个论点所以呢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也是这样，这个听书非常不容易，就是非常不容易我希望呢就是没有遇到什么特殊的一些违缘和困难的话呢，还要继续就是这个闻思修行。闻思修行是无论如何就是都不能这个舍弃，无论在哪里就是
文史书记一定要这个树立这样的这个佛创是极为重要的就这个皈依三宝的这个引导已经讲完了。OK。Sonam dei tamse thobanya tonani de jana pashi jirgana jirano chupai jupun sonen droa droa Bandangara Badna Asadorda Bandangara Badna Asadorda Bandangara Badna Asadorda